陛下快看，田里那是何物？这是何物？此巨物竟能自行耕地，还喷吐黑烟。这难道是古籍中记载的墨家鸡冠兽？混账东西！你怎么敢扯的？陛下，您快看前面！这是什么路？竟如此平整。这路面不仅平整，竟还坚硬如铁。瞎嚷嚷什么？惊了老汉的牛，你赔得起吗？放肆！你可知你这车里坐的是谁？管他坐的是玉皇大帝，外乡来的吧，没见过世面，第一次走轮子打滑，颠两下正常。这位老哥，敢问这坚硬平滑的路面是何等神物？还有田里那个喷吐黑烟、无需牛马便能自行翻地的铁兽，究竟是何方妖物？哎呦，老张，快看，又来一个没见过咱们水麋鹿和拖拉机的土包子，今年第几个了？少说也得第9个了吧？听好了，这路叫水泥，是咱们李大人拿砂石烧出来的，没花朝廷1分钱。至于田里那个突突冒烟的铁疙瘩，不叫妖物，那叫拖拉机，只要喂点叫柴油的水，干起活来能顶20头壮牛，用最贱的砂石烧制，没花朝廷1分钱。那铁兽只需喂点水，竟能顶20头壮牛，这李大人究竟懂何等仙家法术？什么仙家法术？这都是咱们李大人随便捣鼓出来的玩意儿。进城少瞎打听咱们县太爷，他就是个爱睡大觉的种地官。行了，不跟你们扯了，我还要赶去社区报道，领这个月的全勤奖呢。社区全勤奖？王福，满朝文武的奏折上都说，这里民生凋敝，穷得快一子而失。大人，可刚才竟被一个泥腿子给教育了。朕现在觉得，朕好像被他们蒙蔽了双眼，这里面一定藏有猫腻。进城，朕倒要看看这桃源县的水究竟有多深。大人，您瞧这城墙，竟如铁桶一般，连条缝都没有，这得砸进去多少银子啊！还有那城门口，怎么连个守城的官兵都没有？全是些拿着小旗子瞎晃的年轻后生，此等建筑闻所未闻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进城的靠右边走，出城的走左边，别挤，都别挤。老乡，你那板车慢一点，别碰着人了。这位小哥，我们这可是外地来的大车，进城难道不收门径？收门径那叫拦路抢劫。咱们李大人说了，城门大敞，财源才能滚滚来。老乡，顺着右边走，别挡了后面的道。大人，您听听这刁民说的什么混账话！历朝历代哪有进城不交钱的理儿？他竟敢指桑骂槐，说朝廷收税是拦路抢劫。闭嘴！城门大敞，财源滚滚，满朝文武只知杀鸡取卵。这偏远小官倒是看得长远，走，进城。大人，您看这告示，凡60岁以上老者与垂毙小童就医，不取分文，药费全免。不然呢？老人娃娃生了重病，难道要硬扛着吗？你们那地方难道还让没钱的病人死在街头？那地方的官真够缺德的。这是经言，入口即化，竟没有丝毫苦涩杂味，就连宫里费尽心机提纯的极品青盐，都根本不及这碗里的一星半点。掌柜的，这等绝品好盐怎么卖？2文1斤，旁边红的糖3文。2文？京城里掺着黄沙的破烂粗盐都要卖30-40文，盐铁乃朝廷命脉，这等雪白精盐你竟敢只卖2文，你就不怕官府查你卖私盐？私盐？你们乡下来的吧？李大人说了，盐就是给人吃的，本该家家户户买得起，卖贵了逼死人的才该查。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别捏脏我的盐。
用水泥铺路，造铁兽耕地，如今又卖2文钱的营盐惠民，这位李大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大人，您千万别被这表面文章给骗了。盐铁乃朝廷根本，他私自贱卖，这是藐视大警法度，挖朝廷的墙角啊！此举分明是在妖买人心。再说了，您仔细瞧瞧街上，难道没发现少点什么吗？陛下，外面奏折分明写着桃源县连年大灾，民不聊生，可咱们这一路走来，竟连一个要饭的乞丐，一个逃江的流民都没瞧见。依奴才看，这分明是那李浩为了粉饰太平，蒙蔽上听，暗中把流民全给撵出城藏起来了。撵个屁！你们这俩外地人怎么满嘴喷粪？咱们桃源县就算前2年真遇上了大荒灾，也没饿死过一个人。别说撵流民了，你要是能在这满大街扒拉出一个叫花子，老娘这摊子的水灵白菜今天全白送给你们。大神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是大灾之年，田地绝收，百姓断了炊，又没钱买粮，怎么活？难道官府发了金山银山不成？靠咱们李大人啊！谁家要是真绝了粮，直接去衙门大仓领粮票，不要1文钱的杂税利钱。秋收了你借多少，原样还多少。大人常说，趁火打劫要高利贷的，那根本不配当父母官。再说了，只要手脚没废，就去工地搅和那个水泥，或者去窑厂烧的玻璃，一天管3顿白面大肉包子，月底还发响当当的铜板，有吃有喝，还有钱赚，哪个闲汉还会去讨饭？王福，这便是奏折里十恶不赦的庸官，这便是他们口中易子而食的人间地狱。大人息怒，定是那帮言官瞎了狗眼，欺上瞒下啊！桃园公共厕所入内请自觉冲水，文明如厕。王福，这公共厕所是何等所在？何为冲水？何为如厕？大人，奴才斗胆猜测，这定是给穷苦客商歇脚住宿的低等驿站。您看这如厕2字，大概与宾至如归是一个意思。至于冲水，多半是说进门住宿前要打水洗尘吧。有道理。有病！陛下您瞧，这位定是刚在里边歇息完的客商。这种乡野小店规矩奇怪又太简陋，哪里配得上您这千金之躯？走，朕倒看看这桃源县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退回去！没看见红灯吗？踩着斑马线了！放肆！你个不长眼的狗东西，也敢拦我家老爷的去路？老爷怎么了？就算是咱们李大人亲自来了，见着红灯也得乖乖站着。敢问差役，这挂着的红绿灯笼是何物？这叫红绿灯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桃源县的铁规。放肆！区区建议，怎么跟主子说话呢？王福，闭嘴！这桃源县处处透着古怪，先找出客栈落脚，朕要在此地好好暗中查探一番。琉璃！暴殄天物，罪该万死！这琉璃乃是西域贡品，连朕的皇宫也仅仅只有几个摆件，可在这穷乡僻壤，竟拿这种稀世珍宝糊窗户！李浩，朕今日必活剐了你！哟，两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啊？第一次来咱们桃源县吧？被吓着了？这琉璃窗花了多少银子？琉璃，客官您可真会开玩笑，那玩意儿多金贵，谁家舍得当窗户使啊？这不是琉璃，当然不是，这叫玻璃，这可是咱们李大人的神仙造物。玻璃用何物打造？沙子啊，就是河边最不值钱的烂沙子，放炉子里一烧，这宝贝就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用沙子烧的？是啊，客官，李大人说这叫点石成金，换这大一块，比糊高丽纸还省钱呢。便宜，可不嘛！现在全县谁家不换呀？都托了大人的福，全县都换上了。大人，奴才也听得真切，用最不值钱的烂沙子，竟烧出这等稀世珍宝，这简直是邪门了！不要利钱的借粮，2文钱的贡品银盐，还有这用烂沙子烧出来的无价之宝。满朝文武皆言桃源县民生凋敝，怨声载道。朕现在真想把御史张文的老匹夫提溜过来，让他站在这面窗户前，好好看一看他折子里写的人间地狱。罢了，
等明天我要亲自去会一会这个桃源县的李大人。小二，先开一间上房。好嘞，天字1号房，二位楼上请。大人您瞧，这客栈虽处偏远，比不得府上富丽堂皇，倒也收拾得极其干净雅致。您看这地面桌椅，透着股清爽利落劲儿，当真让人舒心。大人，您快来看看，这是何等的物件！看着像个夜壶，可这也太别致了。谁家夜壶还带个水箱啊？而且竟毫无异味。妈呀！陛下，这法器竟然把水给吞了！哎呦，二位客官，出什么事了？嗨，我还当是砸了物件，第一次见咱们的抽水马桶。抽水马桶，此物也是李大人造的？那可不，大人嫌夜壶臭，随手画图纸，让窑厂烧出了宝贝。您瞧瞧，便后这么轻轻一按，水哗啦一冲，干干净净，丁点味儿都没有。大人说这叫讲究卫生，能防疫病。现在全县连公共茅厕都换上了。二位先歇着，有事儿随时叫我。王府，看看这满城的神仙造物，满朝文武竟把这等奇才弹劾成十恶不赦的国贼。朕原本带着屠刀来杀懒官，可现在看来，分明藏着一条谁也看不透的巨龙。大人，督察院御史张文已奉旨押解至门外，随时听候发落。把他带进来。陛下，微臣冒死觐见。这桃源县令李浩贪赃枉法，祸害乡里。您这一路走来，定已看清这人间地狱了吧？人间地狱？张文，你当朕眼瞎吗？平淡如铁的水泥路，坚固透亮的玻璃窗，2文钱的雪白银盐，还有这能断绝疫情的神奇马桶，这满城的丰衣足食，你竟敢大言不惭地说是民生凋敝！陛下明鉴，这都是妖官的障眼法，那些不过是他为了掩盖贪污、粉饰太平的把戏。盐卖的越贱，他在别处搜刮的民脂民膏就越多，请陛下勿被这表象蒙蔽啊！好一个粉饰太平的把戏！朕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明日一早，朕带你亲自去县衙当面对质。若查不出他贪墨的铁证，朕先砍了你的脑袋！李浩仁呢？叫他滚出来见驾！瞎嚷嚷什么？今日休沐。咱们李大人去城东清水河边钓鱼去了。钓鱼？陛下您听听，身为父母官，这县令竟跑去摸鱼，毫无责任担当，简直是朝廷法度为无物。此等玩忽职守之罪，铁证如山啊！就是，就算他修了那水泥路，造了白瓷马桶又如何？识君之路，当担君之忧。公然擅离职守，跑去钓鱼，这分明就是个玩忽职守的国之蛀虫。走，去清水河，朕倒要亲眼看看这位青天大老爷是怎么钓鱼的。大胆钓鱼！放肆！你看看，朝廷命官呼呼大睡。你们这群刁民竟还护着他！陛下，您亲眼看到了吧？这厮如此做派，哪里有半点父母官的体统？分明就是个尸位素残、烂泥扶不上墙的无赖！你个外乡人懂个屁！我们老爷这叫睡觉吗？这分明是祥瑞之兆！睡觉是祥瑞？可不嘛！上个月老爷也是在这树下一觉睡到天黑。醒来就造出了玻璃。去年大旱，老爷睡了1天1夜，醒来就弄出了龙骨水车，救了全县庄稼。你们以为那是口水？那是天上溢出来的智慧。我们老爷这叫神游太虚，正跟天上的神仙请教治国安邦的法子呢。惊跑了神仙，耽误了桃源县的发展，你们担得起吗？就是，谁敢惊扰我们李大人，老子一锄头削了他！赶紧滚远点！上次就是有个不懂规矩的瞎嚷嚷，害得老爷没睡好，神仙直接少传授了一套什么化肥的仙术。你们今天要是断了咱们县的财路，
不可及，愚不可及。那衙门里的政务谁管？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自然有县城和主簿呢。我们老爷只管天大的事儿。烤鸡翅，多刷点蜜。听到了吗？老爷又在跟神仙要好东西了。烤鸡翅加蜜，说明咱们以后的日子甜着呢。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这桃源县上上下下全都被这狗官灌了迷魂汤了不成？啥时辰了？到点开饭了吗？主子，您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妖术，赤裸裸的妖术！此老不出，国将不国啊！平坦的水泥路，繁华无起的街道，若这一切真的是靠这懒虫睡觉梦吃烤鸡翅换来的，难道朕也该找个地方睡一觉？荒谬，简直是疯了！不等了，朕今天非要把这装神弄鬼的家伙……舒坦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完成，公开场合高质量睡眠摸鱼行为，持续时长4小时15分钟，影响范围扩大，惊动天子，引发御史强烈不满，造成大规模百姓围观。摸鱼评级 S 级，奖励闲鱼点数1000点，当前总点数2500点，1000闲鱼点，发了！离老子的全自动抽水马桶又近了一大步，说不定还能换个浴霸，冬天洗澡再也不怕受冻了。哪来的倒霉外地客商，长得跟被抢了800万似的。唉，这破鱼真是一点面都不给，严重影响我钓鱼的积极性。收工，回家吃饭。拦住他，主子！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！此等蔑视朝廷、目无尊长之徒，必须当场拿下！闭嘴！尹七，跟上他，我们也走。朕倒要亲眼看看，他这衙门不回，政事不理，究竟要去干什么勾当？吃完。不对，县衙在城西，这昏官走的是城东住宅区，连衙门都不回，连装都懒得装，这是直接回家躺着去了，简直放肆！大人，您可算醒了！桃源县主簿程铁入，好，找的就是你。朕倒要听听，你这实干派要如何控诉这懒官的暴政。大人，城西清水渠的改建图纸，属下已经按照您昨天梦里说的那句，分段施工，优化曲线，优化曲减少阻力，连夜赶出了3个方案，请您过目。梦里说的，梦主。连梦话都能用来指导水利工程？知道了，铁柱啊，你办事我放心，就用你觉得最好的那个方案就行了。别挡道，我饿了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
用最好的这3个字，蕴含了何等深意啊！属下悟了，大道至简，相信专业。大人这是在考验我的判断力，是在放权给我独当一面。这是何等的信任，何等的胸襟啊！谢大人指点，属下这就去办，绝不辜负大人。陛下，咱们还跟吗？不跟了！不对，晚饭，这昏官连路和窗户都如此奢靡，晚饭必然是山珍海味，这就是他贪凡的铁证。只要抓到个，就能撕下他这层伪善的皮。影七，去，潜入他家。给朕死死盯住他的饭桌，朕倒要看看他今晚到底吃的是什么民脂民膏。是。主子，您瞧见了吧？此僚不仅懒惰成性，还蛊惑人心，愚弄下属，其心可诛！其心可诛啊！骂吧，尽情骂吧，马上影期就会回报。这昏官的晚饭必定是东海鲍鱼、南山竹笋、西域烤全羊，酒必是30年女儿红，碗必是前朝官窑。只要有这些，只要有一样，朕就能当场定他的重罪。如何？回主子，属下已查明，目标住处只是一个普通的2进院落，杂草丛生，陈设简陋。说重点，说他的晚饭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？1盘红烧肉，1盘清蒸鱼，1盘炒青菜，1盘凉拌豆腐，外加1碗蛋花汤，米饭2碗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4菜1汤，这叫民脂民膏。他一定是在演戏，他察觉到有人监视。罢了，回去吧。主子，菜色虽简单，但属下观察时发现了一个奇物。什么奇物？大人吃饭时，面前桌上摆着一个巴掌大小、黑色的、会发光的匣子，上面有彩色的小人在动。还会发出声音，那小人似乎在唱戏，又似乎在说笑。大人就一边看着那发光的匣子，一边扒饭，时不时还嘿嘿傻笑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是法器吗？是药物吗？属下毫不知，属下感受不到任何真气波动，但它绝非凡物。朕明白了，朕全明白了。能造出水泥玻璃的人，怎么肯看得上金银财宝？他的奢靡在于这些闻所未闻的奇物。一个方寸之间能变换出彩色小人唱戏的匣子，这比贪墨千万两白银更可怕。那个匣子现在还在吗？他还在看吗？回主子，他看完了。看完了，那匣子呢？他看完之后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似乎是困了，然后把匣子收进床头柜，吹灯睡觉了。主子，此寮定是滚！陛下，微臣还有要事启奏。那李浩绝非表面上那般清廉，其背后定有惊天阴谋。陛下，滚！都给朕滚远点儿！张大人，你快少说2句吧，老奴求您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清静了，终于清静了。等朕今晚好好思量，
明日定要将那李浩彻底拿下。什么东西？不夜城。上元灯会1年才仅有1次，可看这架势，这桃源县居然夜夜都是上元节。这么大规模的夜间照明，要烧掉多少灯油？这烧的不是油，这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灵气，属下在。换衣服，跟朕去巷子里走走。这穷乡僻壤的偏僻暗巷，竟比京城的御街还要干净明亮。这到底是个什么邪门地方？帮！虚实3刻，平安无事。天干物燥，关好门窗。公共路灯检查灯油，发现隐患及时上报。公共路灯。还是李大人的公共照明计划好啊！现在大晚上吃完饭还能出来溜达串门，心里那叫一个踏实。可不咋的，以前黑灯瞎火谁敢出门，现在连贼都没了。我那在县衙当差的侄儿说，上个月清河县来了几个惯偷，准备干票大的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几个贼转悠了一宿，愣是没找着下手的地儿。蹲墙角，墙角有灯；钻巷子，巷子有灯；连茅房顶上都给挂了一盏亮堂堂的。那几个贼走的时候都快急哭了，直骂娘：这破桃源县简直不给贼留活路啊！水泥路、玻璃窗、冲水马桶、公共照明、夜间治安。如果这一切根本不是神迹，而是一套可以复制、可以推广的治国之策呢？若整个大景朝都变成这般模样，朕的大景将是何等万邦来朝的无上盛世！文治他已交出了一份近乎妖孽的答卷，那武备呢？一个懒政入骨的县令，治下兵丁必然懒散无度，这就是他最后的破绽。去巡检司，朕要知道他桃源县的兵是什么样的兵。朕要看看他桃源县的刀到底够不够快。是。不对劲儿，太安静，太整齐了。这等森严的器貌和军纪，就连京城的皇家经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一个懒散度日的县令，怎么可能练出如此恐怖的精兵？这兵营里到底藏着什么乾坤？好恐怖的剑气，好绝的出剑速度！阁下深夜窥探军营，意欲何为？顶尖高手，武功绝不在我之下。我堂堂天子座下第一暗卫，竟然在这穷乡僻壤的偏远小县遇到这等风华绝代的剑客，一个懒官的手下怎么可能压得住这种人物？让我亲自试试你的深浅！好霸道的内力！这是最正统的军阵杀招。这女人不光武功绝顶，更是个精通排兵布阵的无双将才。她竟然心甘情愿在这里当个小小的巡检，这地方彻底疯了！误会！木琵琶宫桥月下，谁在弹唱思念远方？如何？
主子，桃源县武备森严，军纪严明。说下去，那巡检呢？这昏官的刀到底快不快？其巡检秦红英，武功绝顶，深不可测，属下远非其敌。你远非其敌？文质滴水不漏，堪称神技，武功深不可测，连影妻都甘拜下风。一个揽镜入骨，天天躺在椅子里流哈喇子的废物县令，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他究竟是用了什么通天的妖术，能让这些文能安邦、武能定国的无双国圣心甘情愿的为他效死命？刚才那刺客身法诡异，是生平仅见的顶尖高手。京城到底是谁在窥探桃源县？这把连弩100步之外射穿3层牛皮甲，这等足以改变战局的神兵，竟是那懒鬼随手丢出的一张草图。一边是精彩绝艺的创造者，一边是终日睡觉流哈喇子的废物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秦红英自幼苦练，一身武艺靠血汗挣来，可他靠睡觉取得的成就，竟比我拼死努力10年都多。这简直是对我天道朝秦信仰的终极侮辱！秦巡检，大喜事儿啊！赵主簿，下次进我的营房，记得敲门啊！哦，一时激动，忘了。哎，秦巡检，快看，这是大人昨夜夜观星象，心有所感，连夜为咱们制定的新训练大纲。夜观星象？我怎么听说他昨晚吃完饭就睡得跟死猪一样，还梦见了烤鸡翅？哼！此乃大人高深境界，大人之睡非睡也，乃神游太虚，与周公论道。此大纲便是博弈之所得。一个连走路都嫌累的懒鬼写的大纲，论躺着练兵的108种姿势吗？3段击，这是永不停歇的钢铁弹幕，这是任何血肉之躯都无法逾越的死亡之墙。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兵法神机，比我所知的任何亮兵之法高明100倍。这是何等妖孽的天才！怎么样？大人说了，这叫科学化练兵。以前咱们那是瞎练蛮练，用大人的法子，每天只用练2个时辰，效果比以前一整天还好。这样兄弟们就能剩下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回家抱老婆。他创造出这等惊世之法，最终目的竟然只是为了让士兵早点下班回家。这荒谬至极的烂泥逻辑，李浩，你这把足以展开天地、颠覆乾坤的绝世圣名，我秦红英直定了。连影妻这等大内第一高手都自认远非那女巡检的敌手。文有那个把梦话当圣旨连夜画图的疯子主簿，武有绝顶高手把守营盘，民被他治得夜不闭户，甚至自发替守着觉。而这一切的缔造者，竟然只是个躺在河边流口水、做梦只惦记着烤鸡翅的懒鬼，荒谬、离谱、不可理喻！暗查已经毫无意义，这昏官就像一个被层层迷雾包裹的深渊，在外面偷看只会看到这些让人怀疑人生的疯癫幻象。想要知道深渊里到底藏着什么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亲自跳下去。王福，
料理秋千，我哭诉情埋。奴才在，主子息怒。去，废厚礼，把咱们从京城带来的那些最好的特产统统挑出来，再给朕写一张名帖。主子，这名帖要怎么写？咱们以什么身份去啊？就写京城皇商赵钱，感念桃源县提供良好经商环境，特备薄礼，登门拜会县尊大人，以表谢意。又要去面对那处处透着邪门的县衙，我的老天爷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朕决定了，不再潜伏。朕倒要以这个身份，堂堂正正的去会一会这个深不可测的懒鬼。谁在弹唱？这位差大哥，差大哥，醒醒！哎，谁呀？干嘛的？大清早的吵人睡觉，有没有点公德心啊？您消消气儿，您消消气儿。我们家主子是京城来的皇商，姓赵，想求见一下李大人，感谢大人的治理之恩。又一个来送礼的，去，回吧，回吧。啊，这是为何？我们大人说了，凡是商业上的破事儿，什么感谢呀、合作啊，你们直接去找城里的钱老板就行，他全权代表，别拿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他老人家。他老人家忙着思考人生呢。还有你抱着这破玩意儿，哼，赶紧拿走拿走。我们大人还说了，收礼还得登记入库，多麻烦啊，都不够他老人家喝壶茶的功夫。有这闲钱，多给手底下的伙计发点工资，比啥都强。我堂堂大内总管，竟然被一个看大门的老头用懒得登记这种理由给拒之门外了，还被他狠狠的上了一课。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啊？主子息怒，都怪那看大门的老狗目中无人，奴才办事不力，奴才该死。好一个李浩，好一个忙着思考人生。好一个钱老板全权代表，好你个李浩！朕屈尊降贵登门，你竟拿个钱老板当挡箭牌！普天之下，除了朕，还有谁敢说自己能全权代表一线政务？不对，这个钱老板绝不是个普通的满身铜臭商人，他就是解开这深渊秘密的终极钥匙。尹七，去查，给朕把这个钱老板的祖宗18代都查个底朝天！朕倒要看看一个商人是如何能在我大景的县城里代行县令之权的。是。之下蝶莲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宫桥月，谁在弹唱？只是个普通商人，曲园里独家销售权，蜂窝盘全国总代。玻璃、水泥、香皂全国总代，朕明白了，朕全明白了。那些足以改变世界的东西，全是通过这个商人的手流传出去的。陛下，您看见了吧？这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，巨贪，天大的巨贪啊！这个李浩根本不是懒，他是坏到了骨子里。他让商人为县衙买单，把朝廷的公器变成私产，这是把朝廷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。长此以往，这桃源县到底是姓赵还是姓钱？请陛下降旨，
立刻将此二人一提齐拿，明正追刑。完美的闭环，李浩出技术，钱多多变现商品，再用赚来的海量财富回头给桃源县修路灯，县衙府库分文不动，百姓却安居乐业。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富国强兵，若是把这套模式放大到整个大景朝，朕扮演李浩掌控核心神物，让天下无数个钱多多去为大景的建设买单。到那时，北境蛮族、东边倭寇，还有朝堂上碍手的世家门阀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陛下，您怎么了？您别吓老臣啊！张爱卿，你觉得是国库里堆满黄金重要，还是抓住一个可能贪钱的县令重要？当然是惩治贪腐重要，此乃国本。走，去会会这位财神爷。朕倒要看看，是他的算盘精，还是朕的江山大。朕现是京城第一皇商赵钱，手眼通天，能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钱多多，朕就不信你一个地方土气主，哼！见了这阵仗能不腿软？陛下，此举……闭嘴！你今天只是个跟班，不许多说一个字。赵老板，钱老板到了，请。哎呀呀，让赵老板久等了，罪过啊！钱老板客气了，能请到你这位大忙人是赵某的荣幸，请坐。赵老板真是大手笔，这套雨过天青云破处，怕是价值1000金吧？我这小地方的土长肘，今天可真是开了眼界了。装，你接着装，等会儿朕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钱老板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桃源县虽好，但终究只是个池子。你手里的那些好东西，曲原力、蜂窝妹，还有那神仙造物般的玻璃和水泥，困在这个小地方，太可惜了。赵某在京城乃至整个大景超都有些门路，你这些商品若能通过我的渠道销往京城权贵府邸、江南富庶之地，甚至是北境的军需大营，利润何止10倍？赵老板说的极是。不上钩，好，那朕就下猛药。钱老板，都是李大人的生意，但李大人是官，你是商，他总有高升调离的一天。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到那时你又该如何自处？只要你跟了朕，不跟了赵某，我不仅能让你赚10倍的钱，我甚至可以帮你打通宫里的关节，让你拿到一个真正的皇商身份。到那时，你钱家光宗耀祖，名留青史，岂不比在这当个土财赘强上100倍？成了，天底下没有哪个商人能拒绝名利双收的诱惑。赵老板，您说的都对，生意嘛，得一步步做。京城的市场我们迟早是要去的，不过……这是我们李大人前几日闲着没事儿随便捣鼓出的新玩意儿，大人取了个名儿叫男士魅力3件套。大人说了，这是下一个准备引爆全国男人的爆款。赵老板您见多识广，您先试试。马桶、水泥、玻璃，再到这男士3件套。李浩的发明根本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，那是一条线，一个面，一个朕连想都不敢想的庞大商业体制。朕想用渠道和身份去收买它，可笑，太可笑了！人家捏着的是定义这个世界潮流的无上神权。赵老板，多谢款待，您慢慢考虑。若是对我们的新产品有兴趣，随时来找我。
我们桃源县对所有合作伙伴都敞开大门。给朕打水来！朕现在就要试。思念远方牵挂，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里铠甲，舞蹈。我日月来一线下，天地庄稼，收获了一场又一场。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？回来了。那个自称皇上的赵钱，摆了全套的汝窑餐具。他拍着胸脯跟我说，要给我全国渠道，还要给我弄个皇上的身份。挖人挖到老子头上了，连 ATM 机的核心代码都在我脑子里。大人，您放100个心，我钱多多的根儿就在桃源县。别说他是个皇商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拿着玉皇大帝的圣旨，也休想挖走我一根汗毛。没了您这位真神，我钱多多连个屁都不是。知道就好，别杵在这儿了，挡着我看星星。来吧。对了，上次那招饥饿营销玩得不错，等香皂上市再试试预售和捆绑销售。大人，你快给小的好好讲讲，这预售和捆绑销售又是什么通天的神仙手段？烦不烦啊你？预售就是东西还没做出来，你就先收钱，拿着别人的钱办咱们自己的事儿，空手套白狼，懂不懂？空手套白狼还能这么玩，简直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啊！那捆绑销售呢？这个是新款香皂，好卖。这个是咱们以前积压的没人要的破椅子。捆绑销售就是你想买这好卖的香皂，行啊，必须拉着买这块破椅子，一套卖，不单卖，爱买不买。清库存还能这么清？大人，您真乃商业之神也！滚蛋！别耽误我思考人生。好嘞，小的这就滚回去记下来，当传家宝。这些词字字诛心，这不是用来杀人的刀，这是兵不血刃就能将天下财富尽数抽干的神魔之术。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怪物，一个正在用天下人根本看不懂的妖术，悄无声息吞噬整个大晋朝的绝世奇手。如何？主子，属下听到了一些东西。说。李县令，他教了钱多多一种新的经商之术，名为饿虎营销。饿虎营销，把老虎饿了拿去卖，什么意思？大概意思就是明明有货，却故意不卖，只放出去一点点，死死吊着所有客人的胃口，让那些想买的人一个饿得像见了血的老虎，眼睛发红发狂。等他们快疯了的时候，再高价卖给他们，丧心病狂，闻所未闻的奸商之术，这不是经商，这是在玩弄人心，是妖术，彻头彻尾的妖术啊！此疗把百姓当猴耍，其心可诛，可诛啊！还没完，他还教了一种叫捆绑的法子，客人想买好卖的爆款，就必须搭着买他们卖不出去的破烂，不搭着买就不卖。强卖，这是土匪，是强盗行径，王法何在？天理何在啊！最后，他说东西根本不用造出来，先画个图，告诉大家这东西多好，然后直接开始收钱，拿着客人的钱去造客人的东西，他管这叫空手套白狼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这是在跑我大晋朝商业道德的祖坟啊！朕想通了，全想通了。饿虎营销就是人为制造稀缺，吊高所有人欲望的无上手段。捆绑销售是利用爆款清空垃圾库存，利润最大化。空手套白狼，这是毫无风险用别人的钱办自己事的绝世神技。他根本不是什么发明家，他是开创商业法则的无上战略家。水泥玻璃能仿造，可这套洞杀人性贪婪的屠龙之术，
这拿什么去仿？陛下，快下旨吧！再一步，这天下就要被这妖孽用妖术给搅乱了。搅乱？不，这是重塑。如果这妖术不用在百姓身上，而是朕来做这个最大的庄稼，把这手段用在脑满肠肥的权贵、后宫嫔妃，甚至全天下人的身上呢？比来，迎妻。朕改变主意了，之前让你查他贪腐的罪证，统统作废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给朕把他说的每一个字、做的每一件事，甚至他说的每一句梦话，都给朕一字不差的记下来。朕要学。是。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，这完了，大晋的天下都要被这妖孽的妖术给生吞了。愤怒，荒谬，不，全都没了。这颠覆时代的通天手段，这翻手为云的绝世奇谋，学，必须学。不把他这套细碎的妖符字不落的学到手，朕死不瞑目。王府，奴才在。更衣，准备车马，朕要亲自去一趟县衙。朕倒要亲眼看一看，这个把全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懒鬼，他的早朝到底是怎么个开法？主子，这茶都换了3泡了，要不咱们先用点早膳？岂有此理！主子，您看见了吗？这都快辰时了，日上3纲了，这县衙竟无一人上衙。在等。群龙无首，却井井有条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妖门邪派？那个懒鬼到底死哪儿去了？老王头，口水流出来了，擦擦。都过来开个会。来了，早会。朕倒要竖起耳朵听听，你这懒鬼到底要如何决断这军国大事？铁柱，城西清水渠修的咋样了？回大人，已按您分段施工，优化曲线之法，完成3成，预计下月通水。不错。红英啊，最近城里治安没问题吧？有不长眼的贼溜进来没？一切正常。昨夜几个混混想收保护费，被新成立的联防队当场扭送，现正在后院挖茅厕。干得漂亮！老苏，学堂那帮小屁孩新编的3字经还喜欢吗？何止喜欢，全县志同皆会被人之初性本善，新式标点符号也已掌握7、8。大人此举功在千苦啊！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都没问题，很好，继续保持。散会。没了，就这么没了。朕的早朝从天不见亮开到日上3纲，几十个朝廷大臣在朝堂上吵得唾沫横飞，面红耳赤，议的却全是鸡毛蒜皮。可他李浩不到1刻钟，一边嚼着油条，一边就把一个县的水利、治安、教化3大核心命脉全问完了，而且还统统给解决了。妖孽啊！主子，您看到了吗？这不是在理政，这是在儿戏，视国之重器如儿戏呀！
行政有赵铁柱这个卷王，武备有秦红营这个高手，这2个硬茬都是实打实的功绩，无懈可击。想从这2处扳倒李浩，绝不可能。突破口到底在哪儿？苏文远，桃源县唯一的私塾先生，李浩的御用理论家。对，就是他。李浩的懒政能让手下信服，百姓拥戴，背后必有一套能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。只要从思想根源上把这套歪理学说驳倒，李浩所做的一切就是无根之木，到时候他就是个蛊惑人心的妖人。王福，奴才在。把咱们带来的那套徽州松烟墨，还有那刀诚心堂纸，都给我备上。是。走，去会会这位桃源县的文宗。我倒要看看，论引经据典，论圣人文章，我这个读了20年圣贤书的人，还会输给一个乡野村夫？王福，去叩门，就说是爱好学问的京城富商，特来拜会苏老夫子。是，老爷。哎呀呀！贵客当门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老夫一介乡野村夫，这等名贵之物，如何受得起？先生大才，唯有这等绝品，才配得上先生的风骨，切莫推辞。苏先生，学生初到桃园，见此地夜不闭户，皆是李宪尊之功。只是学生听闻，李宪令行无为而治，终日闲散，这与圣人所言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否有些相悖？这位赵老板，你这个问题当真是问到点子上了。世人皆看我桃园李大人之表，不见其理，皆笑其懒，不知其志啊。道德有云，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何意？就是说治理国家不能瞎折腾，翻来覆去鱼就碎了。大人是垂梗而治，此乃道家之精髓。那是道家之言，我儒家讲究的是。你定要说与我儒家不符，那你可知儒家亦有云，大道无形。李大人看似什么都没做，桃源县却日新月异，这不正是无为而治的最高体现吗？你当他是在睡觉？错，他是在神游太虚，与周公孔圣论道。再比如，就说那抽水马桶，看似污秽不堪，俗不可耐，可它解决了出宫这一人生大窘，让百姓免于秽物之苦。此乃上体天心之人，下恤民情之德，此乃真正的仁政啊！还有那水泥路，你等凡夫俗子只看到劳民伤财，却看不到此路一程，天堑变通途。此乃利在千条，功在社稷之远见，是为万世开太平之壮举。所以说，大人之懒非懒也，乃大智若愚、返璞归真之圣境也。我等凡人不理解，去质疑，实在是愚不可及，夏虫不可语冰啊！完了，这个懒鬼的身边竟然形成了一个水泼不进、针扎不入的理论闭环。他把所有的贪睡和不务正业全都包装成了神圣的哲学思辨，想从思想上击败他，难如登天。这整个桃源县就像一台上了顶级润麻油的精密仪器，安静高效，而那个本该是核心枢纽的县令却天天在后院躺着，没有破绽，一丝破绽都没。
没救了，要不就算了吧，把他弄回京城，赏个闲差，就让他天天睡。只要他打呼噜的时候，能偶尔露出几句梦话，都够我大景朝吃饱喝足了。怎么回事？主子，是难民。永安县3日前突发蝗灾，遮天蔽日，颗粒无收，官府赈灾不力，百姓活不下去，全往咱们桃源县涌过来了。蝗灾、难民，好啊，好！这不是靠几句歪理邪说，一套商业谋士就能糊弄过去的，这是真刀真枪的生死局，是能让地方满门抄斩的天灾人祸。急了，他们终于急了！天降大灾，万民倒悬。李浩，真正的考验来了，朕倒要看看，这一次你他娘的还怎么睡！大人别睡了，出天大的事儿了！大人，要命了，真要命了！好什么好？天塌下来了！没看见本官正梦到啃大鸡腿吗？比天塌下来还严重。城外聚集了上千永安县的难民，黑压一片，还在疯长。这帮人饿急了眼，随时冲击城门。不止治安啊，大人，咱们的常青仓只够吃3个月，这上千张嘴涌进来，吃什么嘛？要命啊！水利、治安、教化，你可以全扔给手下。可这上千张嗷嗷待哺的嘴，我看你拿什么填？这下没辙了吧？总不能再靠睡觉、靠说几句狗屁梦话来解决了吧？李浩，朕倒要看看你如何收场。慌什么？不就是来点人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来多少人，咱们就收多少人。铁柱，马上去城外设卡，搭几个棚子，架大锅煮粥，别让人饿死了。然后登记造册，男女老少一个不落。登完记，直接拉去西山，那里不是还有一大片荒地没开吗？让他们去开荒，去修路，去盖房子。红英，带上巡检营和联防队去维持秩序，跟那帮难民说清楚，想活命就给本官老老实实干活，有饭吃，有房住。敢闹事儿、敢偷鸡摸狗的，别客气，直接抓起来，送去矿山劳改。哦，对了，煮粥的粮食和发工资的银子，直接去找钱多多，让他先垫上。好了，就这么办，别在这杵着碍眼了，赶紧去，别耽误我睡觉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透顶！陛下，您听听。您听听那个狗官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？来多少收多少，他当这是什么？请客吃饭吗？让主簿煮粥，让巡检去维稳，让商贾去掏银子，他自己呢？他这个一县之尊呢？他就负责躺在后院睡觉。完了，桃源县彻底完了。上千张嗷嗷待哺的嘴呀，那几口大锅能顶什么用？不出3日，必然粮食挤兑，暴乱就在眼前。他这是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，草率鲁莽，愚蠢至极。陛下，老臣叩请陛下速速下旨，调兵接管桃源县防务吧。再晚一步，此地必将化为人间炼狱。届时这懒官死不足惜，可这满城无辜百姓何其可怜啊！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之前的民生、武备、教化都只是虚假的繁荣，唯有这实打实的天灾人祸，才是检验成色的唯一试金石。李浩，你所有的好运和巧合到此为止了。不，
陛下，朕绝不接管，朕要亲眼看着他李浩是如何把他自己，连同这座他亲手建起的世外桃源，一丝不剩的一同覆灭。走去城外，朕要收集的致命铁证终于来了。主子，这简直是人间炼狱！这帮流民恶极了眼，必生暴乱。咱们还是退远些，免得等会儿暴动溅一身血。乱吧，越乱越好。只要一见血，朕马上就能写下弹劾你李浩的第101条死罪。赈灾无度，激起民变。都别挤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永安县的乡亲们听好了，我们李大人说了，桃源县不养闲人，但也绝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兄弟。所有人以户为单位到前面登记，姓名年龄都说清楚，完事儿领干粮。这成何体统？施州安抚才是正道，他怎能搞得像招募苦力一般，简直有辱斯文。这位大哥，官府如此苛待你们，大灾之年连碗热粥都不给，让你们干苦力才给口饭吃，你们心里难道就不怨恨吗？你放心，我只是个过路的商人，随便问问，那狗官如此压榨，你们有委屈大可说出来。这位老爷，我们感谢县太爷，都来不及啊！在老家，蝗灾一来，颗粒无收。我们是流民，是官府眼里的累赘，是人人喊打的灾星，只能等死啊！可在这里，在这桃源县，李大人没把我们当累赘，他给我们活干。他说，只要我们肯出力，就有饭吃，有工钱，就能堂堂正正的活下去。这位老板，您不知道吧？我们现在不是要饭的，我们是来上班的。工人上班，开荒修路，想活命就老老实实干活，以工代赈。历朝历代，无数名臣大儒穷其一生都推行不下去的救世国策，就被这个懒鬼在梦里轻描淡写的做到了。暴政，绝对的暴政，盘剥灾民，毫无人性。老臣今晚必写奏折参他。陛下，您看看，这都是我大景的子民啊，如今却被那懒官当成牲口一样驱使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还要做这等开山劈石的苦力，此乃暴政，是刮骨吸髓的暴政啊！嘿咻，傻小子，加把劲儿！干完这一票，晚上爷爷带你去领那个热乎乎的黑面大白馍。王老二，推土3车，记大功一件，领钱5文。下一个。工钱日结，这里根本不是地狱。这里竟然是一个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搬运大型基建现场，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汗水
换取活下去的尊严。张爱卿，你来告诉朕，什么是暴政？回陛下，盘剥百姓，鱼肉乡里，致使民不聊生，便是暴政。好，那朕再问你，让一群快要饿死的人有活干，有饭吃，有钱拿，这算不算暴政？我想通了，彻底想通了。再等下去，再这么旁观下去，朕这个天子就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李浩，朕要亲自去问问你，朕要当着你这个懒鬼的面，一次问个清楚。去，拿着他去县衙。主子，这可是咱们的家底啊！奴才去了，怎么通传？告诉他们，我要见李浩，无论他在睡觉、在吃饭，还是在干什么荒唐事，我今天都必须见他。主子，成了。人呢？肯见了。县衙看门的王老头说，李大人下午去清水河钓鱼，还说那是他老人家思考人生的神圣时刻。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见外人。不见？那你这叫办成了什么？不，那老头看在咱们诚心诚意的份上，偷偷给奴才指了条通往清水河的小路。他说让您自己顺着小路去，能不能碰上大人，就看您自己的造化了。神圣时刻，看我的造化。好得很。李浩，朕现在就去会会你，朕倒要扒开你的皮看看，你这祸国殃民的懒鬼，到底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李大人，你可知你私自收留上万难民，大兴土木，不经朝廷报备，不合规制，乃是抄家灭族的死罪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百姓都要饿死了，你跟我谈规矩？再说了，我这叫以工代赈，是给朝廷解决麻烦，稳定地方。陛下日理万机，我替他分忧。他知道了不给我升官发财，难道还要我的脑袋？他没那么傻，他没那么傻。这混蛋，他是在指着朕的鼻子骂朕傻吗？他凭什么那么笃定？偏偏居让他全说对了。朕要是真因为这个除掉他，那朕就真成了天下第1号大傻子。赵老板，你一个生意人，天天关心这么多朝廷大事干嘛？有那闲工夫，不如想想怎么把生意做大。我看你最近心事挺重啊。气度不凡，脑子也还行。虽然看着轴了点儿，是个死脑筋，但应该不是个纯笨蛋。天天琢磨这些有的没的，多累啊！不如跟我干吧，我让钱多多分你点股份，就那个男士魅力3件套，给你办成干股，保证你下半辈子吃香喝辣，天天睡到自然醒。考虑一下。我这辈子还从未有过如此荒唐的体验，
朕九五之尊，天命所归的皇帝，今天竟然被一个七品芝麻官拍着肩膀，问我要不要跟他干，还许诺我半成干股。半成少了，也是，看你这派头也是见过大钱的，1成，不能再多了。这可是下一个拳头产品，钱多多为了这一个点都快给我磕头了，也就是看你顺眼，我才破例的。赵老板，听我一句劝，人活一辈子图啥？不就图个舒坦吗？天天算计提防你不累吗？跟我干，保证你后半辈子就一个字，爽。他在同情我，他居然在可怜我，不能发火。朕倒要看看这个怪物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。李大人，以你这般惊天畏地之才，足以改变一县之貌，惠及万民。赵某好奇，你的志向究竟为何？是想做那青史留名、万古传颂的一代名臣，还是想入主中书、拜相封侯，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封疆大吏？我的志向事少，钱多，责任轻。要我说啊，这天底下最好的差事就是当个不管事儿的闲散王爷。你看啊，有封地，躺着收租，这叫被动收入；朝廷发俸禄，这叫固定工资。最关键的是，不用上早朝，不用管政务，不用看那些糟老头子吵架，天塌下来有皇帝老儿顶着。我呢，想睡到几点睡几点，想去哪儿钓鱼去哪儿钓鱼，这才叫神仙日子啊！赵老板，你还年轻，不懂，追求那些虚名最是无趣，活得舒坦才是硬道理。一个毫无野心，只想躺平的人，办成了这个最有雄心的帝王都办不到的事。一个把责任轻当成毕生追求的懒鬼，却默默扛起了一个县、上万难民的命运。这是对朕前半生所学所有帝王之术最无情的颠覆。陛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事少，钱多，责任轻，他怎么敢？一个七品芝麻官的终极理想，竟然是当个混吃等死的废人。可凭什么？一个想躺平的懒鬼，办成了朕做梦都想办成的盛事。朕前半生所学的帝王心术，所信奉的骄傲，全被他碾碎了。这到底算什么？陛下，陛下，您开开门啊！陛下，那李浩就是个妖孽，他说的全是一派胡言的妖言，您切莫被他蛊惑了心智啊！滚！陛下，京中还有诸多军国大事等着您呢。您离京1月，太子殿下虽在监国，可毕竟年少，朝中那帮老狐狸，奴才怕殿下镇不住啊！是啊，陛下，丞相王松老奸巨猾，对东宫虎视眈眈。您若不回京镇压，万一老贼搞出什么天大的幺蛾子，大境危矣呀！还朕口谕！朕在此地偶感风寒，
龙体欠安，需静养一段时日。敬仰，陛下您不走了？京中事务由太子监国，丞相王松、御史张炎、兵部尚书蒙骜共同辅政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老臣要誓死追随您。闭嘴！这是军令。去，在这城里给朕租个清静点的院子，别张扬，就说是常住的富商，朕就在这儿住下了。朕要好好盯着，看看这李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孽。朕倒要看看他这套混吃等死的神政，到底能不能被朕复制。哎呀，我的老妖，跟那个脑子不好使又贼精的赵老板周旋，比连审时装案子还累，太耽误本官摸鱼了，简直罪大恶极。哎呦我去！系统，你这孙子终于舍得冒泡了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史诗级成就，在微服私访的皇帝面前，成功保持咸鱼人设，并对其造成毁灭性的三观冲击，使其世界观崩塌。啥玩意儿？皇帝？那个被我忽悠瘸了的赵老板，是皇帝老儿！奖励结算中，奖励咸鱼点数10000点。特解锁系统商城稀有商品1件。10000点，整整10000点！发了，这波血赚！去他大爷的皇帝，哪有点数实在？商城，快给我把商城打开！奢华版全自动智能抽水马桶，售价8888点，就是它人类文明之光。老子辛辛苦苦摸鱼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这终极的出宫自由吗？买！初级手摇发电机图纸，售价5000点，可通过人力将机性热成转化为电能，点亮第一盏电灯。系统，你是不是有大病？发动机、电灯，你安的什么黑心肠？现在天一黑，大家就都回家睡觉了，多好，多和谐！你让我把电灯搞出来，晚上亮得跟大白天似的，那还让不让人睡了？到时候上头逼我晚上熬夜批公文，老百姓大半夜搞夜市吵吵闹闹，我的懒觉呢？我的清静呢？我不要！这破玩意儿谁爱要谁要，老子就要我的抽水马桶！警告：检测到宿主存在严重的消极怠工思想，鼠目寸光。你骂谁？友情提示：宿主可用此物改良桃源县公共照明、电力路灯，一旦铺设，夜间巡逻更夫可裁撤50%。添油擦灯的维护工匠工作量降低90%。届时将有数百人不用再熬夜上班，能早早回家抱老婆孩子睡觉。此举将达成更大范围的集体性摸鱼之伟业。作为缔造者，宿主将获得海量的、超乎想象的咸鱼点数。让别人摸鱼也算我的业绩。我一个人摸鱼力量有限，如果我带领全县人民一起带薪摸鱼，这投资回报率简直要上天啊！原来如此，我错怪了系统，这哪里是加班的万恶之源，这分明是解放生产力，让广大劳动人民脱离苦海的无上圣物啊！为了让大家都能早点下班，我这个当领导的今天只好勉为其难牺牲一下我宝贵的睡眠时间了。买它！丁，咸鱼点数负5000，图纸已发送。
赵天柱，给老子滚过来，加班啦！朕要住下，朕要在这桃源县，在这个懒鬼的眼皮子底下，长久久的扎下根来。朕必须亲眼扒开他的皮，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英气，属下在，去城里给朕找个院子，要清静，要雅致，绝对不能张扬，必须完美符合朕京城皇商的身份。最关键的是，要离李浩的私宅近，最好近到朕能隔墙听见那个懒鬼打呼了，近到朕能闻到他家后院飘出的饭菜香。属下明白。陛下三思啊！此地妖气甚重，那李浩分明是懂什么蛊惑人心的邪门妖术。您乃万金之躯，怎可久居这等虎狼之地啊？万一您被那懒官的妖术所染，我大景的江山社稷可如何是好啊？张爱卿，朕意已决，你若再敢多废话半个字，朕现在就让你去陪李县令去矿山上好好思考人生。主子，找到了。城东翠竹巷有一处3进的园落，刚刚挂牌出租，院内假山流水，翠竹环绕，极清幽雅致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处宅子与李县令的私宅仅有1墙之隔。1墙之隔，好，太好了，哈哈，就是它了。用最快的速度给朕把这院子死死盯下来，告诉房主，租金不是问题，就算他要金山，也给朕用金条砸开他的门。哼，李浩，朕就住在这里，在这儿离你最近的地方，天天盯着你。朕倒要看看你这套歪理邪说到底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王福，去把朕从宫里带来那套紫砂茶具摆上。张爱卿，你也别在那儿丧着脸了，过来陪朕手谈一局。谁啊？请问是新搬来的赵老板吗？我是这院子的管家，奉我家老爷之命，送些米面油盐给贵客接风洗尘。哎呀，这位就是赵老板吧？果然气度不凡，一看就是京城来的大人物。您初来乍到，我家老爷怕您采买不便，特地让小的送些本地薄礼，一点米面粮油，不成敬意，千万别嫌弃。有心了，你家老爷倒是颇为好客。不知你家老爷如何称呼？日后赵某也好登门拜谢。赵老板您太客气了，我家老爷姓李，单名一个浩字，正是本县的县令。朕千挑万选，朕费尽心机，朕砸下金条包下的院子，竟然偏偏是李浩的私产。朕不仅跑到了他的眼皮子底下，朕还成了这个懒鬼的租客。赵老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这茶太烫了，还是我们桃源县的水土您喝不惯？要不小的这就回去给您换一壶我家老爷私藏的雨前龙井来，那可是今年的新茶，宫里刚赏下来的贡品呢。写什么？陛下龙体无恙，偶感风寒，可怎么解释风寒的起因？是因为被一个七品县令的咸鱼理想气着了，还是因为发现自己砸金条租的房子，房东竟是自己要查的贪官，被生气出了内伤？
这些事任何一件都足以掀翻大景朝堂，我该怎么写？启禀殿下，有个懒官天天睡觉，结果把县城制成了人间仙境。陛下被他说服了，决定留下学习如何躺平。这写出去不叫密报，这叫谋反！不能写细节，任何细节都充满了无法解释的妖异。陈颖期叩请殿下圣安，陛下龙体无恙，然此间事由非笔墨所能述。桃源县令李浩，其人如妖，其政如神，臣以为非懒政，乃神政也。请殿下与诸公静候佳音。一头是躺在摇椅上满嘴废话的慵懒身影，一头是夜不闭户、富得流油的城池。一个懒到极致的人，却缔造了一个繁华到极致的州县。李浩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朕这前半生所学，难道全错了吗？这天下的治国之道，究竟是什么？输了，朕在攻心局上输得一败涂地。笑话，朕是大景的天子，做他的租客是奇耻大辱。不，换个角度，朕现在就是扎在你这妖孽心口上最深最致命的一根钉子。颖期，属下在。待朕看看你布的局。好，极好。李浩，你就算是个活神仙，现在也被朕的眼睛死死锁住了。朕倒要看看你平时到底在装什么神，弄什么鬼。你个笨蛋，说了让你轻点儿。这铜丝比你老婆的腰还细，弄断了你赔啊！还有你，那石狮是让你那么砸的吗？老子是让你切割刺给线，不是让你拿刀把它给切了。切根刺己线，这是什么江湖黑话？难不成是这狗官发明的某种残忍刑罚？简直岂有此理！朕在紫禁城批阅奏折，方圆100米连一声鸟叫都不敢有，他大半夜敢搞出这动静。钟铁柱，你这混账！要是再把老子的轴承弄歪，老子现在就把你绑在磨盘上，让你拉着磨转一天。颖期，属下在。去，给朕翻过去查清楚，他到底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鬼把戏。他若是敢搞什么偷鸡摸狗的无用之事，扰朕清静，明日天一亮，朕就亲自去县衙当众参他一本，让他连降3级。是。转，用力转那个摇膀。没吃饭吗？大人，这玩意儿也太沉了，铁柱的手骨都要摇断了。废话，臣才说明老子用料足。别废话，让你转你就转，就当是锻炼你的麒麟臂了。继续，保持速度，切割磁骨线，加速，让电子在里面给我奔跑起来！这是在干什么？炼丹？没见着八卦炉做法，哪有法师满嘴粗鄙之语的？切割、磁给线、电子，这些词简直像极了某种不寒而栗的上国咒。说，
那妖孽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到底在干什么勾当？回陛下，李大人他似乎在院中造一种前所未闻的神秘器械。什么器械？属下实在不知。那器械似磨盘，却非磨盘，以铜为丝，以瓷为骨。赵竹部正赤膊奋力摇动，似是在为那器械注入某种狂暴的力量。他还念了什么咒语？其言语，属下完全无法理解，绝不似凡间之语。他说让电子奔跑起来，还说要点亮这个时代。点亮这个时代。水凝露、玻璃窗，能自动冲刷污秽的马桶，化难民为工匠的以工代政，一个个神迹全都被这懒工变成了现实。现在他又在搞前所未闻的器械，念着不似凡间之语的咒语。他莫非是在炼制什么惊世法宝？哎，说你那对，就你长得跟个成精的冬瓜似的那个。这铜线老子是让你一圈圈密密麻麻的缠上去，不是让你在这里给铁疙瘩打个蝴蝶结。你是上天专门派来惩罚我的吗？大人，这邪门玩意儿真要往那个铁疙瘩上挖？废话，不装上去难道留着给党传家宝供着吗？带不动，根本带不动。这帮人的脑回路跟老子之间硬生生隔着一个工业革命。我只是想安安静静赚点点数，换个抽水马桶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我宝贵的睡眠时间就要被彻底谋杀了！不行，停！都给老子停下！笔墨伺候。这根铁棒拿铜线从头到脚缠100圈，要密要紧，像给你小媳妇裹脚一样紧。这两个头是公的，绝对不能碰在一起，碰了就会炸懂。还有这摇把，摇，往死里摇，摇得越快，赏钱越多。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懂个屁！看不懂就死死照着画的来，一模一样的装。再敢给老子装错一个地方，你们所有人集体打包滚去西山工地，跟难民一起开荒去。唉，真是劳心劳力。等把这手摇的破烂搞定，下一步必须研究水力发电，到时候让那清水河自己转，彻底解放生产力，解放我。水力发电，水力发电，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拿铜线给铁棒缠100圈，这不是在缠线，这是大人在点化我们。力量需要积累，百段才能成钢。两个公的不能碰在一起，这绝不是在说电极，这是在阐述阴阳相合、孤阳不生的治理，是平衡，是制约。还有那句水力发电，引动天地水源之力，化为传说中的雷霆神力。大人深夜不眠，根本不是为了做老虎子的灯，那只是迷惑世人的表象。大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这桃源县能够引动天地之力的能量核心，这才是真正的顶层设计啊！大人深谋远虑，学生拜服。我去书房，我要彻夜不眠研究这份真界图，绝不能辜负大人传授无上大道的深意。我悟了，悟了！赵铁柱，你疯了！大清早的在这鬼叫什么？你们看，你们以为
你们以为大人昨夜大动干戈，到底是在做什么？奇技淫巧，玩物丧志！错，大错特错！大人深夜不眠，呕心沥血，根本不是沉迷于什么器械，他是在为我们桃源县的未来进行能量核心的顶层设计。你们看，阴阳制衡之术，再看这百炼成钢之法，这哪里是什么图纸？这分明是一部蕴含着无上大道的治世真经啊！而这一切都指向了大人最终也是最伟大的目标——水力发电。他要引清水河之水，化为天雷之力，为我桃源县所用。届时，我桃源县将拥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神力。这才是大人真正的布局，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千秋伟业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引水为雷，此乃神人之举，神人之举啊！万世万开太平！水力发电，云水为雷，能量核心，这些词。还有昨晚那诡异的惊世器械和那句点亮这个时代的狂言。这招他的传于的花。李浩是布下惊世残局的神仙，而眼前的赵铁柱是这唯一能解开他这套神力之题的人。这桃源县的核心圈子，全是一群脑子有大病的疯子。在这个院子里，朕这个天子反倒成了异类。不，朕不走，朕倒要亲眼看看，这群疯子到底能用那张连狗都看不懂的鬼画符，能搞出个什么惊世怪俗的名堂来？为了万世开太平的伟业，紧！再给老子缠紧点儿！引动天神力，给我进！成了，天雷的容器成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去，请大人出关。智能马桶，这感觉简直比当皇帝还爽。现在让我来体验一下暖风烘干干。大人，成了，生物成了呀！老子这辈子最恨体验人生巅峰的时候被人嘲笑。大人，快出来吧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您来画龙点睛啦！哟，还行，你们这群笨蛋，还真给拼出来了，没散架。一咸鱼点换的最劣质钨丝灯泡，便宜是便宜，糊弄这帮古人足够了。此乃引动神力的雷眼！雷你个大头鬼！这叫灯泡，照明用的。看见那个把手了吗？看见了！摇，使劲摇，把它当成你们家内天天管着你不让喝酒的母老虎，给老子往死里摇！嘿呀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！快，再快点儿，别停！啊！天神显灵，天神显灵啊！仙尊大人引天雷入体了。学生终于明白了，这就是神力。鬼叫什么？不就是一个破灯泡吗？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妖孽，若不是妖孽，常人怎会懂得那些连听都没听过的手段？他李浩绝不是什么凡人。护驾，陛下小心！那妖孽
他竟敢引天雷入室！不，这不是天雷，这是人造的太阳。天，给朕竖起耳朵，天！听听那新世界诞生的声音。那绝非神迹法术，而是人造的太阳。若用于夜战，强光致盲，敌军必溃。这种改天换地的力量，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。李浩，朕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底牌。管3顿饭，顿顿有肉，工钱还日结。动力房，姚墨宫，原来那人造太阳的燃料是人力，把人的汗水变成光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影七，你去应聘。我堂堂锦衣卫指挥使，大内第一高手，曾于万军中取敌将首级。陛下如今竟让我去应聘一个出酷吏的姚墨宫。陛下，我闭嘴！朕要你打入他们内部，搞清楚那人造太阳的每一个零件、每一道工序，李浩说的每一个字，这是命令。是，属下遵旨。一个一个来，都别挤。官爷，您看我这胳膊比您大腿都粗，俺能一个人扛起一头牛。我一顿能吃3斤米饭，干活有的是劲儿。斤米饭。就是你了。都竖起耳朵听好了，2人一组，死死握住这铁把手，匀速咬，千万不能停。累了就换人，吃口李大人特批的加盐麦饼，都给我卖点力气。要是这铁疙瘩停了，今天的工钱1文也别想拿。兄弟，你这身板真带劲！以前是干啥的？杀猪的。哦，怪不得，看你就不像我们庄稼人，身上有股煞气。门窗皆被黑布封死，只留一道暗口通风。正中这发出低鸣的巨型磨盘，便是那能造光的太阳核心。齿轮的角和角度，铁心上的铜线宣数，摇把与核心的转速比例，我必须将这些细节一分不差的死死刻进脑子里。哟，新人。回大人，是的，此人名叫影七，自称是杀猪的，力大无穷，今日刚招来的。影七，这名字听着跟个杀手似的，不像个杀猪的。太费劲了，你看你们4个累得跟狗一样，摇半天也就够我晚上看会儿书的，效率真低。你们4个人一天光吃饭就得吃掉多少粮食，我还得给你们发工资，这买卖亏本啊！兄弟，你听懂大人这话是啥意思没？这是嫌咱们这馍摇得太慢了，还是嫌咱们中午吃的太多了？也是要赶咱们走吧？嘘，少废话，赶紧卖把子力气摇，这顿顿管饱，还能见点油顺的好差事。要是给弄丢了，咱们一家老小都得和西北风去。不行，这人力发电终究是小道。等钱多多那边的水泥生意资金回笼了，必须赶紧上马下一个项目。得赶紧在城外那条清水河边上搞个水力发电站，让那河水一天24小时替我打工。等有了水力发电站，全城的电都够用了，我就能彻底躺平了。水力发电站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磁石、铜线、铁器，就凭这几样破铜烂铁，竟真能将人的汗水化为强光。你当真听清了？他嫌人力甚微，还要去借城外江河之力，借什么水力发电站？字字句句，属下亲耳所闻。用江河之力驱动那人造太阳，若真让他建成这等水力神坛，
届时整个桃源县亮如白昼，乃至驱动万物，这该是何等恐怖的景象！所图甚大，简直所图甚大！一个口口声声只想当闲散王爷的懒鬼，暗地里却在谋划这等足以改天换地的惊天伟业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太被动了，朕不能再被这懒鬼牵着鼻子走，必须主动出击，亲自给他出一道足以撕开所有伪装的死题。可是，用什么考他？如今明明已是初夏，这风里却带着秋日才有的干热，久旱无雨，天气反常。这等大凶之兆，难道是蝗灾？李浩，朕倒要看看，面对这等灭顶的天灾，你还怎么装睡？赵主簿，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为百姓做事应该的。赵主簿啊，我这几日在乡下收获，看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。赵老板，您看到了什么？黄墨，田边草丛里黑压压一片。大蝗灾前兆，大人，出天大事啦！李浩，面对灭顶天灾，看你还管不管用？这1000点花的值啊！回头就让钱多多建个养鸡场，老子的烤鸡自由指日可待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大蝗灾呀！大人，城外田里发现大量蝗作，怕是要起大蝗灾了。多大点事儿？蝗虫能吃，你不知道吗？高蛋白、嘎嘣脆，不就是飞着的蛋白质吗？飞着的蛋白质。去跟钱多多那个财迷说一声，让他立刻派人资金去隔壁几个县，高价收购鸡和鸭，有多少要多少，越多越好。然后再让咱们自己那个养鸭场的鸭子大军也都给我准备好，到时候蝗虫真起来了，就把他们全都赶到田里去，那不就是开自助餐了吗？用鸡鸭去吃蝗虫，大人，这真能行吗？那几万只鸡鸭一旦下了水田，那地里的庄稼岂不是全让他们给糟蹋了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办，别耽误我睡觉。对呀，我在这儿瞎琢磨什么呢？大人的智慧，岂是我这等凡夫俗子能揣度的？大人说行，那就一定行。是，大人，学生这就去办。荒谬，哈哈哈哈哈！简直是荒谬绝伦！鸡鸭下田，不变苏脉，岂不将那青青的禾苗也一并毁了？此计愚不可及，蠢到家了。这几日的尊严，终是找回了。好，李浩，朕就看这场天灾人祸，你要如何收场？乡亲们，李大人有令，蝗灾将到，各家鸡鸭全部赶下田，这叫鸡鸭灭蝗，谁家先放，谁家先保收成。您莫不是在说笑？让鸡鸭下田，那可是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禾苗，鸡鸭的嘴认得哪个是虫，哪个是苗吗？这就是胡闹！蝗虫没来，庄稼先被自家鸡鸭祸害了。李大人是不是睡糊涂了？乡亲们，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，空口无凭，咱们眼见为实。三叔，今天就拿你家5亩水田做示范，要是鸭子碰断一根禾苗，今年收成县衙双倍赔偿。我赵体入立军令状。陛下，这铁柱倒是有些魄力，不过是愚蠢罢了。鸡鸭下田不分输买，朕倒要看看这场他亲手导演的人祸怎么收场。别莲花，花，似水中月，轻着镜中花。看，
他们在吃虫子！没做梦，神啊，真是神啊！赵主簿，求求您，让这鸭子神兵也去我们村转一圈吧。赵大人，您就是活菩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鸭子不吃禾苗？这违背了朕从小读到大的所有常理，这怎么可能是一场如此和谐高效的杀戮场？英七，你看懂了吗？属下不懂。大人的思想太伟大了，我必须记录下来，替天传道。赵主簿，西山工地打起来了！什么？反了他们了！走！生物链，生态灭亡，可持续发展，这他妈又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行，朕必须找个懂这套黑话的读书人问个明白。苏老夫子，赵某偶检此文，字都认得，连起却云里雾里，不知这生态平衡与生物链究竟何意？哎，赵老板有所不知，此物看似寻常，实则蕴含着格物致知，那是李大人的最高境界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李大人言存在即合理。若对蝗虫赶尽杀绝，破坏平衡，乃是逆天而行。大人此举非灭，而是用。你看，蝗虫食禾苗是一害，然鸡鸭食蝗虫，害就变成了利。鸡鸭吃肥了，可供全县百姓享用，此为第一利。鸭粪排入田中，滋养禾苗，此为第二利。害虫、鸡鸭、田地百姓，一环扣一环，生生不息。这就是生物链的奥秘，这是可持续发展妙法。此非圣人之治，何为圣人？明白，好像明白了一点。不战而屈人之兵算什么？他这是不杀而用其敌，让天灾打工下蛋，最后还要施肥，把天灾玩成生意，简直令人胆寒。难道朕以往的治国之策从根子上都错了？乡亲们现在都抢着要咱们的神牙菌，钱老板连夜派人去外地收鸡鸭，订单都排到下个月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当时那鸭子一下田，黄条连跑的机会都没有，噗噗噗全进了鸭肚子。此乃大人道法自然，以夷制夷之神策，以虫治虫，以禽治蝗，顺天道而行，是为万世开太平的阳关大道。行了行了，这点小事嚷嚷的跟打赢了仗似的，都办妥了就赶紧散了，别耽误我补觉。李大人，红英有一事不明，想向大人请教。大人足智多谋，运筹帷幄，红英佩服。但为将者须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为帅者更须有镇压三军之气魄。大人身为一县之尊，桃园万民之首，却终日慵懒懈怠。红英斗胆，想与大人切磋一二。一来看看大人的风骨，二来也借此激励大人，莫要再沉迷安逸。秦巡检，你放肆！怎可对大人如此无礼？胡闹！胡闹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打打杀杀的多累啊！
有那力气，不如多睡会儿。再说了，你打我算欺负上官，传出去你名声不好；我打你，算不懂怜香惜玉，传出去我名声更不好。怎么算都是我亏，不打。李浩，你今天是比也得比，不比也得比。哎，你这人，这样吧，你，对，就是你，那个新来的姚墨公，你去跟秦巡检过2招，让他消停会儿，赢了，今天给你加个鸡腿。俺不会打架。让你去就去，废什么话？打坏了东西算我的。是。好一个李大人，本官今日就领教领教你这高人的手段。李大人，红英只想问一个问题：您是如何看出那名工匠身手不凡的？看他的手啊。手？对啊，你看他那双手，你再看看旁边那几个真苦力的手，他们的茧子在手掌心，又厚又糙，那是常年握锄头、铁锹磨出来的死茧。可他呢？他的茧子最后的地方在虎口，还有食指和中指的指节，那是常年握刀、握剑才能磨出来的茧。而且看茧的位置和形状，他握的还不是长柄大刀，是某种更精巧、更讲究发力的兵器。再看他走路，刚才他从门口走过来，一共走了12步，每一步距离分毫不差，脚尖落地悄无声息，下盘稳得像在地上生了根。这不是高手是什么？难道是你家后院养的走地鸡吗？还有他的呼吸，听听，绵长有力，几乎听不到声音。这叫龟息功。那家高手调理气息的法门，能让体力和耐力远超常人，所以本官才让他去摇那个破发电机，性价比高啊。最重要的是眼神，你看他站那儿好像在发呆，其实他眼角的余光把整个屋子所有人的位置、所有退路都扫了一遍。那不是普通人，该有的警惕，那是杀手或者探子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唉，跟你们这群笨蛋解释真是累，这不有眼睛就能看出来吗？多大点事儿，散了散了，都散了。难道他早就看出了我的身份？唉，这群人啊，一天到晚大惊小怪的。那个姚墨公，打从第一天进县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我懒得想，反正把活干好就行。我只想好好睡觉。他们爱演什么大戏，爱装什么身份，关我屁事。只要别耽误我吃饭和补觉，爱谁谁。